我是个单亲妈妈，当初离婚是因为我生的是女儿，孩子先被抱出产房，等我被助产士推出去，看到的是老公和婆婆的两张冷脸。还没出月子，老公就开始成宿不回家，第二天中午回来时，身上往往带着酒气。我默默坐在一旁，给女儿喂奶，还会招来老公和婆婆的白眼，拉着死脸给谁看呢？婆婆看似是在嘟囔，其实声音很大。不久后，老公就把别的女人带回家来，对方妆容妖艳，趾高气扬，你该走了，把她交给我就行了。我嗫嚅着，那春宝怎么办？春宝是我女儿的小名。女人斜眼看我，什么怎么办？当然是你带走。难道你要我替你养？我不相信老公会如此狠心，转过去眼巴巴望着他，却发现他根本不敢抬头看我。抱着女儿，我离开了那个家。我学历不高，婚前也没啥工作经验，又带着需要照看的年幼女儿，找工作对我来说简直比登天还难。最后，一家便利店的经理看我可怜，就让我到店里当店员，平时做6休1，分白班和夜班。店里除了我，还有另外2个人，我们3个员工轮班。那3个人有2位是40-50岁的大姐，剩下1位是个男青年，比我小2岁。他让我管他叫小郑。小郑对我特别照顾，只要是我俩当班，重活都是他来干。而我虽然在工作，心思却留在家里。小郑看出我魂不守舍，问我：姐，你怎么了？孩子自己在家呢。我有点不放心，说着说着，我的眼泪掉下来。小郑大概没想到我这么脆弱，顿时有点发慌。他赶紧安慰我：现在店里也没啥客人，姐你先回家吧，这里有我呢。我连连道谢，去后面换下工作服，拎上随身帆布包就往家赶。为了省钱，我和春宝租住在城中村的平房里，基本上每间房都是大开间，住户吃喝拉撒都在一间屋子里。这种地方什么人都有，挺乱的。万幸的是，我隔壁住了个心善的老太太，姓陈。陈老太太80多岁了，穿衣打扮很利索，家里虽然简陋，却收拾得十分干净。她说她是跟着在本市打工的孙子生活，孙子平时很忙，每个月大概来家1-2次，给他留下生活费就又走了。老太太喜欢春宝，觉得他可爱，看我忙着打工赚钱，老人就主动提出帮我看孩子。我感激极了，说要给他一点钱，虽然不多，也是个心意。他却拒绝，我一个老太婆根本用不着钱，不要，你给孩子留着。春宝多可爱，他陪着我就够了，这样我在便利店打工也安心些。只是前些天春宝有点闹肚子，老太太毕竟年纪大，体力不支，给孩子把屎把尿也困难，所以我下班后等在家里的经常是身上臭烘烘的孩子和满脸歉意的老太。我给孩子换了衣服，把脏的洗了洗，陈老太指指洗手池那边的盆子，只不过她干净衣服不多，有点不够换，我赶紧道谢。老太走后，我抱着春宝哭了，是妈对不起你，孩子要不是因为我无能，女儿也不用受这么多苦。春宝眨眨大眼睛，因为身体不舒服，她看上去有点憔悴，但精神头还可以。妈妈，你别哭，只要能和妈妈在一起，我就很高兴。看到孩子这么懂事，我更是心如刀割。第二天一早，我还是照常去店里上班。小郑打量我的眼神跟平时不大一样。我正在做今天要卖的关东煮，看到他的神情，没好气地说：好奇？那我告诉你，昨天我哭了一宿。我带着我女儿生活，挺累的，孤儿寡母很可怜。怎么样，能满足你的好奇心吗？话说完，我就有点后悔。小郑平时对我不错，我把话说得这么难听，确实不合适。另外，把家里的事告诉人家，也非常没轻没重，毕竟我们没那么熟。可没想到，他一点也不生气。不瞒你说，我也是我妈一个人带大的。小郑看着我的目光里充满了理解，千言万语都及不上他此刻眼中的话。我心里一动，说不感动是假的。说到底，我只是一个平凡弱女子，也希望有人能呵护我。那天我和小郑交班之后，我带他去了我家，看着破破烂烂的房间，小郑眼圈有点红了。他帮我叫了车，陪我一起带着春宝去医院看了病，开了药。孩子回家吃药后，病情很快就好转起来，连那天的医药费都是小郑垫付的。小郑离开我家之前，春宝说他很喜欢郑叔叔，希望能经常见到他。听着孩子的童言童语，我和小郑相视一笑，他眼里闪着奇妙的光，而我不是傻子，也读懂了。我的脸热起来，难道我新的幸运要来了？而我万万没想到，就连这么卑微的小幸福也会被渣男再度打破。那天原本是寻常的日子，又轮到我和小郑一起当班，还是夜班。上班前，我把春宝安置在陈老太家，陈老太还笑眯眯地问我，这几天经常来我家跟孩子玩的那个男人是谁？一个朋友。我有些不好意思。还没等陈老太回答，春宝抢着说，是郑叔叔，我可喜欢郑叔叔了。在老太太的笑意中，我害羞地告别他和女儿，前往店里。一到店，我发现小郑早就守在那里。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心理作用，我觉得今天的他格外清秀，而他看我的眼神也越来越炽热。阿香来了，不知从何时起，他不再叫我王姐，而是改叫阿香。我笑了，我能感觉到自己脸上的温度跟我的心一样暖。我们在店里盘点处理今天卖剩的鲜食，汉堡、饭团、盒饭都剩了不少，我嘟囔着，明早回去的时候记得带一些，放在冷柜里都还很新鲜，很好吃的。他在我旁边一边整理货品一边说，那怎么行？你没来多久，不知道。他抬起头冲我笑，眼睛里亮晶晶的。咱们店员可以5折买下前一天没卖完的餐，经理是允许的。看出我的困惑，他补充说，我买给你和孩子吃，你别嫌弃。我的眼泪就快掉下来。不知道有多久，没有人这么关心过我和春宝。就在我张嘴要说话的时候，一个声音在我背后响起。当时我背对着店门，是有人进来了。王玉香，你可真叫我好找啊！这个声音如此熟悉，令我立刻僵在原地。不是别人，是我前夫，是春宝的爸爸。我转身，果然看到了那个男人，他浑身散发着熏天的酒气，脸也通红，一看就是喝多了。我胆战心惊。当初和他分开之前，有一天他凌晨才到家，浑身是酒味和女人香水味。因为喝多了，他站不稳，把家里的花瓶碰倒在地，吓得还是小婴儿的春宝哇大哭。我实在气不过，拉住他，压低声音让他小点声，你小心点，吵着孩子了。没想到老公一把将我推倒在地，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一记老拳就砸在我的天灵盖上。那一晚，那个家对我来说完全是炼狱。而此时此刻，看到喝得醉醺醺的前夫，当初可怕的回忆再度袭上心头。我下意识地后退几步。小郑见状，连忙紧靠到我身边来。我的脸色应该很差，他一看到我的表情，神情也变了。这是？他低声问我。我点点头。之前他到我家和春宝玩的时候，我曾经把自己的经历一五一十讲给他听。小郑的表情立刻变得坚定了，他用眼神示意我到后面员工休息区去，不要出来。我当然不愿意，我自己命苦不要紧，怎么能拖累对我这么好的小郑？没想到我前夫竟然冲上来，伸出一只手要抓我，嘴里还不干不净的大骂，你这臭婊子，才离婚多长时间就找野男人？你把我闺女还给我！我又惊又气。我和他已经离婚1、2年了，和谁在一起是我的自由。况且他现在口口声声说春宝是他闺女，以前为什么重男轻女？为什么不顾孩子，在外面搞女人？可惜在一个醉汉面前，我更是没理可讲。眼看前夫就要碰到我的身体，小郑冲上去，一拳倒在他脸上。不！我大叫。因为动手打架，小郑和我前夫都被行政拘留了3天。后来经理因为这件事批评了小郑，还扣了他半个月工资。做出处罚决定的时候，经理看了看在一旁上货的我，叹了口气。我埋下头，我知道小郑的不幸都是因我而起，可能我真的是个扫把星。那天下班后，我把小郑叫到店外，我们沿着一条小路一直向前走，路两侧有漂亮的泡桐花。我恍惚了，禁不住想，如果能一直和小郑这样走下去，该有多好。阿香，我听到他叫我的名字。怎么？我想跟你说，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是你前夫有问题。小郑说着，拉起了我的手，你千万不要自责。我除了哭，不知道还能回答什么。那天晚上，小郑又去了我家，在陈老太意味深长的目光中，他左手牵着我，右手牵着春宝，我们仨一起出了门。穷人的浪漫就是遛马路。我们走过中山路，走过建国路，一直走到和平大街。这座城市的夜晚竟然也能这么美，我以前从来都不知道。也是在那一夜，春宝睡着后，在房间里另一张床上，我和小郑度过了幸福的第一次。被他抱在怀里，我觉得自己好像死而复生了。但我万万没有想到，在前面等着我的是万劫不复。很快，春宝就要满3周岁了，我早就打算好要送他到附近一家不错的民办幼儿园去。尽管学费比公立园高一点，但我咬着牙也要让孩子接受好一点的教育。入园报名等一系列事情都很顺利。很快到了女儿正式上学的日子，把孩子交到老师手里，春宝一开始兴奋地拉住老师的手，但他转头看看我，却发现我没有要跟他一起进教学楼的意思。女儿的小嘴瘪了下去。妈妈，她的表情逐渐失控，终于哇哇大哭起来。老师连忙抱住她安慰着，并向我使个眼色。我知道老师是让我快走，刚入园的孩子都会有分离焦虑，父母越是割舍不下，孩子越难独立，这我懂。于是我仓皇逃出幼儿园，一直走出去好远，我才有勇气回头看。已经看不到幼儿园里面的情况了，只能看到小楼尖尖的城堡型屋顶。我松了口气，时间不早了，今天我上白班，得赶紧去店里了。我快步向着便利店的方向走去，没走出几步，裤兜里的手机震动了2下，来短信了。拿出手机，我看到是一个不认识的号码发来了信息。
你女儿很漂亮。下午我去接她，我如同被人兜头浇了盆冷水，心脏像被一只大手狠狠捏住，跳都跳不动。站在阳光灿烂的街上，我感觉头顶有一片巨大的阴云，牢牢笼罩住我。不记得是怎么走到店里的。一进店门，我看到小郑已经穿着工作服开工了，我的眼泪唰地落下来。听我讲完了这一切，小郑眉头紧锁。你把那个手机号给我，我把短信调出来。小郑照着那串号码，用自己的手机拨过去，无人接听。他想了想，在某付宝的转账界面输入了这串数字，想查一下机主的姓名。我们发现这个号码并没有绑定支付宝账号，可能是一个小号。小郑说：“是谁要害我的女儿呢？”我问出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眼泪难以抑制地流下来。店里没有客人，也没有别的员工。小郑忍不住抱住我，用手轻轻抚摸我脑后的头发。为了保护我们，也为了让我安心，小郑决定最近搬到我家去住。他问我是不是同意，我的眼圈红了。当然同意，谢谢你。我垂下头，深深的自责和感激让我无法正视他的眼睛。小郑却用2只手捧起我的双手，以后不许你对我这么客气，我和你是一体的，没有什么需要谢的。我哭着抱住他。那天，小郑陪我到幼儿园接走了春宝，看到女儿蹦蹦跳跳走出幼儿园大门，满脸笑容，我心里踏实了许多。我让小郑带着孩子先到一旁去玩，然后找到班主任老师，把短信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诉他。没想到老师不但没有安慰我，反而露出惊愕的表情。看到他异样的眼神，我心里很不舒服，但嘴上还是客气的解释，我们家是本分人家，没有什么仇人，也不会惹祸，这个老师您尽可以放心。老师答应着。我看出他并不是真心接受。走向正在开心玩耍的小郑和春宝，我内心苦涩而沮丧。我有些后悔把这件事告诉了老师，因为他的反应实在出乎我的预料。果不其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二天，我又和小郑一起去接孩子。看到春宝，我发现他的状态明显不如第一天好，看上去蔫蔫的，好像有什么心事。我是他亲妈，当然看出孩子不对劲，但我还是想着先到家再仔细问。没想到走到半路，还没到家，春宝就瘪着嘴巴哭起来。我吃了一惊，小郑也很惊讶。我连忙问女儿：“怎么了，宝宝？是不是今天上学不开心了？”孩子委屈的要命。今天有小朋友说我遇到了恶心的事，还说这是因为我是一个恶心的小朋友。我的脑子一下子嗡嗡的。回想昨天我跟老师说的那些，我真是后悔的不行。这样的话，绝对不是一个小班孩子能编造出来的。唯一的可能就是老师不但把我告诉他的事情泄露了出去，还添油加醋，导致小孩之中传出了风言风语。我浑身的血都往脑子上涌，立刻就想去幼儿园找老师理论。一旁的小郑拉住我：“阿香，你先别急。”他劝慰我：“你冷静冷静。”他强迫我静下来，帮我分析利弊。现在孩子刚刚上幼儿园，才熟悉环境和小朋友没几天，如果我现在处理不好这件事，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春宝。我点头承认他说的对。第二天我送完孩子，小郑陪我一起去找了幼儿园园长，反映了整件事。园长连连点头，向我道歉，说一定做好管理工作，请我放心。园长不但命令班主任向我诚恳道歉，为了让我踏实，还把春宝调到了别的班级。孩子恢复了快乐，事情也似乎平息了。但想到那条匿名短信，我心里还是很忐忑。我前夫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人，我想这件事很可能是他惹出来的，说不定就是他在外面惹了什么不三不四的人，导致我女儿被牵连。我想找机会去问问那个渣男，但便利店的工作挺忙，对前夫这种人渣，我又总是有点畏惧，怕主动去找他，会让他更加纠缠我和孩子，闹得不得安生。在我的犹豫和摇摆不定中，事情似乎就这么平息下去了。我没再收到任何奇怪的短信，但没想到令我痛悔终生的事还是发生了。自从收到骚扰短信之后，小郑不放心我和春宝，就经常到我家留宿。为了不吓着孩子，我们很少小郑来只是为了陪我们，保护我们。他为我和女儿做的一切，我都铭记在心，非常感激。我租住的房子算是开间，只有一间屋，睡觉、吃饭、孩子玩耍都在这个不到20平米的房间里。还好上一家租户留下来的床还算大，我和小郑还有春宝晚上就睡在这里。我本来要孩子躺在最里面，我挨着他，这样方便照顾。但春宝特别喜欢郑叔叔，非要睡在我和小郑中间。春宝，你睡着以后踢来踢去的，会影响郑叔叔睡觉的。还没等我说完，孩子就哭起来。不嘛，我就要睡在叔叔和妈妈中间。春宝撅着小嘴巴，眼泪从大眼睛里滴出来，这副样子别提多可怜了。我特别心疼孩子，但我觉得小郑来我们家保护我已经极度贴心了。春宝这孩子从小睡觉就不老实，经常一边做梦一边拳打脚踢的。小郑在便利店3班倒，本来就很累，如果再睡不好觉，恐怕身体会受不了。可是春宝这么可爱，谁又能抵挡得了他的恳求呢？
小郑看看委屈的春宝，又看看憋着气的我，最后温柔地拉起了孩子的小手。叔叔听春宝的，女儿如愿以偿，睡在了我和小郑中间。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半个月。后来我和小郑都觉得，既然已经搬到一起住了，我们可以把班调开，这样家里总有人照顾，接送春宝也方便。于是我135白班，246晚班。小郑会尽量把班排得跟我错开，有时候实在协调不过来，我还是会拜托邻居老太太帮我接孩子，或者周末把孩子放在她家里带一带。有小郑和陈老太太一起帮我，我也不觉得那么累了。生活似乎开始善待我，不再折磨我。如果能预料到后来发生的不幸，我绝不会贪恋这一时的轻松。那天晚上，小郑上夜班，我独自陪着春宝在家睡觉。孩子和我嬉笑打闹一会儿，终于累了，迷迷糊糊睡过去。我在一旁给孩子补衣服。春宝最近适应了幼儿园的生活，比以前更活泼了，裤子、衣服的关节处都有磨损的痕迹，估计是在幼儿园玩得太高兴，满地爬导致的。我把细小的磨损部位缝好，有些有大口子的地方，我就用买来的卡通补丁补上去。正在忙活着，我忽然听到春宝说梦话：“叔叔，别动我，羞羞。”什么？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立即停下手中的活，我静静坐在女儿身边，竖起耳朵，连呼吸都不敢太用力，生怕错过她音量轻微的梦话。夜已经深了，周围一片死寂，我紧张极了，仿佛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但春宝没有再说一个字。我等了好久好久，感觉有100年那么久。女儿只是翻了一个身，继续沉睡。巨大的惊恐和焦虑，快要把我的心撕碎了。叔叔？什么叔叔？除了小郑，我想不到春宝还认识哪个叔叔。我强迫自己冷静点。叔叔也有可能是幼儿园的男性员工，或者在幼儿园附近出没的变态。我决定叫醒春宝，先问问他。我把春宝从床上抱起来，在他耳边轻轻叫他：“春宝，春宝。”女儿睡得太沉了，根本听不见。我狠狠心拧了他的屁股一把，春宝哇一声哭出来，这才醒了。但他被我掐得疼，又受到惊吓，哭声止都止不住。我叫他的名字。一开始我因为着急而愤怒，但叫着叫着，对孩子的心疼盖过了一切。我抱着春宝，春宝也伸出2只小胳膊抱着我，我们娘俩在这间破屋子里相拥大哭。第二天上午，我来到便利店和小郑交班。大概是我的样子实在太憔悴了，小郑一看到我，表情就变了变。我在心里不断对自己说：冷静，冷静，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从内心深处，我不相信对我们母女俩那么好的小郑会做出这种事情。昨晚一整夜，我也没能从春宝口中问出真相。孩子困得要命，面对我的问题，他只用大哭来回答。我火急火燎，孩子就更害怕，更不知所措。最后，我只能哄着他再度入睡。而我躺在女儿身边，一夜没合眼，因为我一闭上眼，就会看到那个可能是真相的可怕画面。此刻面对小郑，我只能木着一张脸，向他点点头。小郑看我这样，表情也慌张起来。趁着店里客人站在离我们最远的货架后面，看不清我们这边，小郑拉着刚换好工作服的我小声问：“阿香，你怎么了？出了什么事？”我摇摇头。其实我不是不想回答，而是真的无力张嘴说话。反复问了几次，见我都没反应，小郑只好无奈地离去。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眼泪又一次止不住。为什么老天总要折磨我，在我的人生稍有起色的时候，就要再给我狠狠一记耳光？我只能用忙碌的工作来麻痹自己。到了下午，我正在为顾客结账，摆在一边的手机屏幕亮了，我没打开，预览显示是小郑发来的微信。我回家了，刚才去幼儿园，老师说孩子被陈奶奶接走了，但我敲门，陈奶奶家里没动静，我没回复。今天离家之前，我心里很紧张。我让陈老太太再帮帮我接一下春宝。老太太80多了，如果小郑非要对她做什么，她是没有力气抵抗的。所以我特地叮嘱她把孩子接到她家去，而且千万不要开门，任何人来找也别开。这才是小郑敲门没动静的真实原因。看到小郑这条微信，我反而踏实了，说明孩子被陈老太接走，很安全，小郑没有接触到春宝。过了好一会儿，等店里客人差不多都走了，我才拿起手机回复他：“你别在我家住了，现在就去把东西搬走吧。要是留在陈老太那里就行。”这么冷漠的话从我指尖打出来，让我心如刀割。发出这条微信，我也想通一件事。从内心深处，我其实相信了，小郑的确对我女儿做过什么。我再也支撑不住，蹲坐在地上，任由眼泪决堤。晚上下了班，我到陈老太家里接女儿，还没走到她门口，就看到一个陌生男人从老太太家里走出来。男人戴着一顶渔夫帽，我看不清他的脸。从我身边走过时，这人不知道是因为太着急还是没礼貌，还撞了我一下。我摸着被撞疼的肩膀，满腹狐疑。进了老太太家门，我看到老人正在和春宝玩你拍一我拍一。见到女儿圆圆的脸上满是笑容，我心中踏实许多。
如果可以，多希望我从来没认识过小郑，这样女儿就一直可以像现在这么幸福。可是为什么老天如此喜欢捉弄本就不幸的我？大概是我的神情太奇怪，陈老太似乎察觉到什么，满脸担忧地问：怎么了，小王？出了什么事吗？看到他欲言又止的表情，我知道他可能是想问我和小郑是怎么回事。我敷衍地笑笑，匆匆带着女儿回家了。慌忙之间，居然也忘记问他，从他家出来的那个男人是谁。我猜，应该就是他那个定期回来送生活费的孙子。无论如何，现在我没心情，也顾不上管别人的事。回到家里，我帮女儿换下外衣外裤，看她神情没什么异常，就问春宝：你现在还喜欢郑叔叔吗？女儿眨着天真无邪的大眼睛，用力点头：当然，宝宝最喜欢郑叔叔，郑叔叔也最喜欢我。是吗？他说过吗？是呀，春宝笑得像朵花。郑叔叔说，春宝是他全世界最爱的女孩，因为春宝最乖。听到这句好像平平常常的话，我却不禁打了哆嗦。那郑叔叔有没有接下来的话，让我觉得无论如何也难以启齿。但身为母亲，我不得不问，必须要问。我眉头紧锁，闭上眼睛狠下心。叔叔有没有碰过春宝的身体？令我更加心惊的是，天真无邪的孩子竟然露出了犹豫纠结的表情。我最不想看到的一幕发生了。女儿迟疑着点了点头。我不喜欢那样，我跟叔叔说了，他说好，以后不碰宝宝了，但是让我不要告诉妈妈。春宝委屈地低下了头。我脑袋里嗡的一声，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夜深了，春宝在我身边熟睡着，呼吸均匀。我总是心慌，起身检查了好几次屋门有没有反锁，才躺回到女儿身边。今天时间太仓促，明天一早我就要把这个门锁换了。回想起最近发生的一切，我整个人像是被丢进了冰冷的水里，牙齿都忍不住打颤。为什么小郑要这样对我？难道说从一开始他接近我就是另有所图？他并不是冲我来的，而是……我禁不住偏过脸去望望沉睡中的女儿。她是那么可爱，脸蛋像是个饱满的红苹果。为了保护女儿，我决定报警。第二天，当我带着警察来到平时工作的便利店时，在场的同事们都惊呆了，包括小郑，还有一直信任我们的经理。看着小郑复杂的表情，我心如刀绞。但我只是转向经理说：对不起，经理，给您添麻烦了。警察带着我和小郑一起回到派出所。小郑被一名警官叫到里间做问询。几个小时前，我报警的时候就已经来过这里。接待我的是一名女警，我把事情经过都向她说明了，她也做了详细的笔录。没想到小郑很快就跟着警官出来了。他看我的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设想过小郑可能有的各种反应，可能怨恨我，可能仇视我，但就是没想到他和警察谈过之后再见我，眼里居然满是温柔和心疼。说实话，我始终都觉得一个人的眼神不容易骗人，如果不是影帝影后，很难做到连神态都骗人。所以当我的目光和小郑的对上，我觉得自己心里有一块地方碎了。刚刚问询过小郑的民警和接待我的女警官小声交流了几句，然后把我叫到一间没人的办公室。他们的表情有些为难。女同志，你反映的情况我们都充分了解了，不过他们摘简要的信息说，最后得出初步判断，认为小郑并没有猥亵春宝。这个事情你可能还需要跟孩子好好沟通一下。我们这边收到的证据和信息的确不充分，不过您报案的情况我们已经都收到了，后面也会继续关注这件事，可能会回访，请您保持手机畅通。听了警察的话，我呆呆地点点头。走出办公室，我看到仍在前厅等待的小郑。女警官迎上前来，对我和小郑说：你们是男女朋友关系，孩子现在情况复杂，我站在个人立场，建议你们都冷静一段时间。我机械地答应着，不敢再多看小郑一眼，快步离开派出所。可我刚走出100多米，就觉得浑身发软，终于眼前一黑。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家里，空空的房间，只有几件最简单的旧家具，熟悉的环境跟过去毫无不同，让我心里又踏实又酸涩。踏实是因为我又回到家，酸涩则是由于春宝遭遇了不该遇到的不幸。阿香，你醒了。同样熟悉的男声，却令我再度害怕起来。我转头一看，是小郑，他正站在桌子旁边用暖水瓶倒水。看到我醒了，小郑连忙端着杯子来到我床前，我却猛地坐起来，害怕地闭上双眼，摇晃双手：你不要过来。小郑停下脚步，我听到他那个方向不再有动静，这才睁开眼睛看过去，只见这个男人泪流满面。那之后他没过多久就离开了，走之前没有跟我说太多，只是告诉我他一定会为我和春宝把真相查清楚，如果查不清楚，那你就怨我恨我一辈子，那也是我应该承受的。他说完这句话就离开了我家。那天晚些时候，我自己用螺丝刀换掉了门锁，然后去幼儿园接孩子。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春宝看上去没精打采，好像很不开心。走在回家的路上，我问孩子：宝贝，你今天怎么了？好像不太高兴。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个问题，竟然引得女儿哇哇大哭。从我们身边经过的路人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
我有点着急，拉着孩子就要往家走，但没想到春宝竟然死拽着我的胳膊，两只脚像是粘在地上一样，一动也不动。这太奇怪了。要知道，女儿虽然没有个好爸爸，但从她还是婴儿一直到现在，我对她的照顾可以算是无微不至，尽心尽力。也因为这样，春宝的脾气性格特别好，从懂事到上幼儿园，她很少跟我闹脾气，一直都是小天使般的性格。今天这么反常，到底是怎么了？我还较着一股劲，想先带孩子回家，再好好问问她。走，有事咱们回家说去。我试着过去抱女儿，谁知道她当场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说什么也不要我抱。已经有壮汉路人看不下去，走过来问我，哎，你跟这孩子是什么关系？语气很强硬。我环顾四周，发现周围已经聚集了一些围观的人，他们窃窃私语着。我隐约听到有人说人贩子，看着不像好人。这几天积压的委屈和难过在我心里爆发了。我冲着春宝大吼，快起来，跟我回家。春宝被我吓呆了。过去不管我们娘俩的生活有多少不幸，或者遇到多少困难，只要在春宝面前，我永远都是那个情绪稳定的好妈妈。今天我也绷不住了，看到春宝停止哭泣后一脸惊恐的表情，我心里像是被针扎一样疼。我抱起幼小的女儿，嚎啕大哭。不知道哭了多久，我感觉有一双大手扶住了我的胳膊。郑叔叔，是春宝在欢叫。我抬起头，看到果然是小郑。与他对视的一瞬间，我泪如雨下。给我一个机会，最起码你应该听听我的说法。小郑凝望着我，低声在我耳边说。围观群众大概是因为看到一个男的出现，而小女孩和男人看上去关系亲密，感觉事情似乎跟他们想的不一样，于是渐渐散去。而春宝不愿意跟我回家，却拉着小郑的手往家的方向走。孩子的情绪好不容易稳定下来，我想有什么事也要回家再说，于是没有阻止他们拉着手。但我心里别提多难受。如果小郑真的向春宝伸出过罪恶的黑手，那孩子现在显然已经被他洗脑了，才会这么心甘情愿地和他相处。不过直觉告诉我，这件事也许真的是我误会了小郑。无论是他看我的眼神，对我说话的样子，还是与春宝相处的方式，看上去都是那么自然，毫无问题。我决定相信自己的心一次，听听小郑是怎么说的。小郑把我和孩子送回家，就离开了。走之前，他叮嘱我一定要看好孩子。大概是我脸色变了。小郑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赶紧补充，如果事情是我干的，让我出门就被车撞死。我刚要回答，忽然我看到一个人影从不远处的通道闪过，戴着渔夫帽，帽檐压得低低的，看不清面孔。那个人看上去是从城中村往外走，身子一晃就过去了。这人究竟是不是陈老太的孙子？我突然想到了什么。小郑走后，我关上房门，把春宝郑重其事地拉到面前来。宝贝，妈妈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问你，请你想好之后好好回答，可以吗？女儿没见过我这么严肃，加上刚才在回家路上我情绪失控过，她脸上顿时出现害怕的表情。我安慰她，把她抱在怀里，轻轻抚摸她的头发。她渐渐平静下来，这才按照我的提问，一五一十把事情告诉了我。事情的真相其实很简单，但也十分残酷。那天晚上，我又一次彻夜未眠，愧疚与痛苦简直快要将我整个人吞没。唯一令我安慰的是，春宝似乎什么都没有意识到。3岁的他还太幼小，把这人世间幻想得过分美好，根本不懂世间险恶。女儿在我身边睡得香甜，我翻来覆去也睡不着，一直到凌晨1点。双倍的折磨令我实在无法控制自己。我整个人缩在房间一角，拿着手机拨通了小郑的电话。喂，你睡了吗？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分明在剧烈颤抖。没有，我没睡。阿香，小郑的声音也一样，听上去很激动。对不起，是我不好，我禁不住哭出声，我需要你，请你救救我。在电话里，我把刚才的推测告诉了小郑。我说完之后，那一头久久没有声音。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听到小郑的一声叹息。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坏人，他对我说。我禁不住浑身发抖。还是我太傻，怎么也没有想到，问题竟然出在我最信任的那个人身上。为了不打草惊蛇，我和小郑商量好，第2天还是让陈老太帮我接春宝下学。早晨送孩子之前，我带着女儿到隔壁打招呼。隔着老旧生锈的防盗门，我看到一张苍老的脸。在这个城中村住了这么久，以前每当我看到这张脸，都会发自内心感到踏实，觉得远亲不如近邻这句俗语说得很对。可如今，为了给女儿讨回公道，我必须强忍着恐惧和厌恶和她打交道。一看到我，陈老太满是皱纹的面孔立刻笑得像一朵菊花。没问题没问题，她像往常一样满口答应着我的请求。我把春宝送去了幼儿园，接着照常去便利店打工。今天原本是我和小郑一起当班，但是为了行动，小郑主动和一位大姐调了班，她要去监视陈老太家的动静。同事大姐不知从哪里听说了我和小郑的事情，关切地问我还好吗？我点点头。你看你脸色都煞白，不行就回家休息吧，大姐说。我谢绝了她的好意，注意力一直放在我的手机上。到了中午的时候，
小郑打来电话，我连忙找了个无人的角落，接起手机小声问：怎么样？就是你说的那个人。进了陈老太太家，小郑告诉我，那个男人的外形跟我描述的一模一样，而且他手里还提着一个袋子。我知道，此时此刻，小郑正在我们楼对面的房子里埋伏着，用望远镜监视着一切。城中村那边都是3、4层高的矮楼，我们对面则是一栋烂尾楼，平时没有人会过去，也无人会留意那边的情况。小郑在那里观察是最合适不过的。什么袋子？我追问。上面有个标志，是一个大圆圈，里面有个跳芭蕾的小女孩。我没见过这个标志，跳芭蕾的小女孩。我念头一动，挂断电话后，我打开手机浏览器，搜索大圆圈里面有个跳芭蕾的小女孩，什么也没找到。我不死心，又搜微视的少儿舞蹈班，页面一弹出来，我就看到了那条我要找的介绍：新兴舞蹈学校。我顿时感觉自己像是坠入了冰窟，浑身发冷。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春宝跟我说，叔叔给他穿了芭蕾舞蹈鞋。当时我还觉得很奇怪，小郑和芭蕾舞没有任何关系，怎么会给他穿呢？但因为春宝小时候经常会把梦和现实搞混，我还以为他是做梦梦到的，所以就没有多问。这是很久以前的一件小事了，直到现在才引起了我的注意。原来从那时候开始，坏人就故意在我女儿面前冒充小郑，他利用孩子的纯真无邪，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强忍着大哭的冲动，把搜索到的截图发给小郑。小郑回复：知道了，交给我。上次去派出所接受问询的时候，我和小郑虽然没有交流，但都不约而同加了警察同志的微信。我们把这件事情的始末通过微信方式发给了2位警官。警察同志十分重视，立刻叫我们俩去了派出所。听我和小郑说完，中年男警官和女警官对视一眼，表示了解了情况，会马上做出行动。做完这一切，我对小郑说，我要先去幼儿园把春宝接出来。小郑不放心，坚持要和我一起去。来到幼儿园，令我们心惊肉跳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到幼儿园的时候是下午2点，按照作息时间表，这个时候是孩子们吃过点心之后的自由活动时间。经过操场的时候，我看到女儿所在的班级正在那里活动，小朋友们拍球、跳绳、玩老鹰、捉小鸡，开心极了。女儿今天穿了一身粉红色的连衣裙，是商店打3折的时候我给她买的品牌童装，很显眼，很可爱。我一眼就看到春宝的笑脸，心里一暖。阿香，你看，小郑却在旁边低声提醒。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到一个男人正站在不远处的栅栏另一边，眼神直直地望着什么。再沿着他的目光看过去，我发现他盯着的目标不是别的，正是我的春宝。而那男的虽然没有戴帽子，我还是认出他就是出入陈老太家的人，应该就是陈老太的孙子，也就是对春宝下手的那个坏人。不知不觉，我咬紧了后槽牙。小郑怕我冲动，连忙劝我，孩子在里面是安全的，我们赶紧报警。接到我和小郑的消息，没过多久，一辆轿车悄悄来到。我原本还担心警车和警笛声惊扰了坏人，还好，警察比我考虑的更周全。我看到之前见过的2位男女警官身穿便衣，出现在陈老太孙子身边。由于距离不近，我听不清他们之间的对话。躲在一旁等候的我，长舒了一口气，因为孩子们已经结束了户外活动，春宝不用目睹警察与坏人直接交锋的场面。只见可疑的男人表情焦躁，说着话就要逃跑，结果被早有准备的警察同志一把摁住，用手铐铐了起来。看到这一幕，我再也支撑不住，整个人瘫软了。是小郑扶住了我，在他宽阔结实的胸膛上靠着，我再也忍不住，痛哭失声。对警察来说，这个案子其实并不复杂。他们在抓到陈老太孙子后，仅仅用了不到12小时就问出了真相。听女警官给我讲述这件事背后的情况时，我整个人像筛糠似的哆嗦起来。原来陈老太的孙子陈伦是一家少儿舞蹈培训机构的保安。从小，陈伦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他一直跟着奶奶生活在镇上。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又是男孩，在重男轻女的乡村，陈伦就是家里的小皇帝。陈老太家条件虽然一般，但对这个孙子一向是千依百顺，含在嘴里怕化了。这样，陈伦被溺爱坏了，初中毕业就不再读书，到大城市来混。直到来到这家舞蹈机构做保安之前，他一直没有稳定工作。到了舞蹈班，他突然被跳舞的小女孩们吸引，心里邪恶的念头不断滋长。但学跳舞的女学生们都是家庭条件较好的本地孩子，陈伦就算想下手也没机会，更没有这个胆子。直到一个机会出现了，一直住在老家镇子的陈老太太，虽然年纪大了，但特别思念孙子。儿子媳妇仍然在外打工，孙子陈伦跟父母关系也不好，全家人关系冷淡，让陈老太非常难过。于是他赶来 A 市，找到孙子，和他一起生活。为了少花钱，他住进了复杂混乱的城中村。再后来，我带着春宝也搬到这里。陈老太对我说，陈伦每次回家都会给他送钱，其实这不过是他为了维护面子说的谎话。
陈伦回来根本不是给钱，而是问奶奶要钱。陈老太年轻的时候在镇上做售货员，所以每个月是有退休金的。陈伦就是看上了这每月2000多块钱，才回来探望年迈的奶奶。有一次他回来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正在门口玩的春宝，心底的恶念再次吞噬了他。从陈老太那里，陈伦得到了我的手机号。一次他实在压抑不住心里肮脏的欲望，给我发了骚扰短信，但他后来就后悔了。他也知道小郑的存在。陈伦和小郑的身高胖瘦本来就有点像，他又故意模仿小郑的衣着、动作、说话的口音。我女儿虽然聪明伶俐，但毕竟只有3岁，欺骗一个3岁孩子，对陈伦这样的流氓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就这样，在一次我和小郑都上晚班的时候，陈伦向春宝伸出了黑手。听到这里，我泣不成声。这件事将会是我一辈子的伤痛，将折磨我一生。最终，陈伦被绳之以法。我无法面对已经发生的一切，辞掉了便利店的工作，我收拾好留在店里的东西。小郑、经理和其他同事望着我，神情复杂。除了小郑，其他人并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但看我意思坚决，也就没有继续挽留。小郑要送我，还要跟我说几句话。我正好要去幼儿园接孩子，走在路上，我对小郑说：“我们还是分开吧，我不能继续留在这里了。A 市虽然繁华，虽然遍地都是赚钱的机会，但对我来说，这里有我所有最不堪的记忆：被前夫背叛，怀疑我最该相信的男人，还有女儿被人侮辱。如果留在这里，我可能很难鼓起勇气继续活下去。”说完，我沉默了。小郑什么也没说，但他摸了摸口袋，从里面掏出什么东西。他把东西递到我面前，是3张火车票，1周后从 A 市前往南方的 H 市，我们一起走。你、我还有春宝。我望向他，看到他眼里有泪光，我停下脚步，将他紧紧拥入怀中。全文完。